好，本人哦，今天呢，我们想要进行的是一日的米兰 City Tour 的部分，因为很多人来米兰会觉得非常的无聊，不知道怎么样去逛街，不知道怎么样去一日的行程。那这个问题就是跟你在台北旅游一样嘛，你要逛3天也可以，你要逛1个月也可以。那其实米兰也是这样子的一个大城市，那它的交通的运输方式非常的简单，包括说你可以买一张的1日票，大概是7欧左右，可以是1天的24小时的票，或者是13块的3日票，或者是说你可以买一趟的票，2块2吧一趟的票，这票的话就可以帮助你在米兰搭地铁、公车都可以去进行移动。那我现在呢是从我家门口，就是所谓的维内达及运河区附近呢，到 Domo， 就是所谓的大教堂。那如果你在米兰真的不知道去哪里，或者是说你找不到路的话，你可以全部都想办法先到 Domo 大教堂，因为大教堂的话它有2条线，一个是 Metro 的黄线，一个是红线。那这2条线大概可以到你想要去的所有地方。大教堂本身为中心，旁边有很多不同的景点，包括布雷拉区，还有所谓的名牌街，然后到帕达嘎里巴迪，就是这些所有的一个区域，其实教堂区附近的围绕的话，基本上都可以到，所以这就是一个你可以开始旅游的一个方式。现在在米兰大教堂附近这一站下车。其实现在米兰的公车跟地铁都可以用 Apple Pay， 那一趟是2块2。那2块2这个车的话是可以搭90分钟。假设你是一个靠步行的人，或是你今天已经确定好说你的路是要怎么规划的话，其实你也可以用2块2。但如果说你要搭4趟以上的话，你就必须买1日票，比较划算。所以这个部分就是大家在旅行的时候要考虑一下。那很多朋友会问说，就是米兰的治安如何的话，其实我觉得在全世界都一样啦。如果你真的就是长得一副很像被偷，不是我意思就是你就是很招摇的话，就很容易被偷啦。很多人喜欢把那个手机放在口袋屁股那边的话，其实就是告诉你大家来偷我啊。像我的话就是直接会把包包放在前面，那放在前面的话呢，就稍微比较安全一点。然后或者说冬天的时候，你直接把外套披着的话，就会比较好。好，然后呢，现在我推荐一家就是你在教堂旁边会出现的一家药店，在药店常会有很多打折的东西，还蛮划算的。那我们就进来看一下这个店有什么样打折的东西。那有时候我会买这个面膜，这面膜的话，它就是2块钱，就是旅行的时候可以用。然后还有这种清洁型的这种面膜，就这种是泥状的，然后你就敷洗掉，这个我觉得还蛮方便的。然后另外的话，还有像是意大利的话，就是这个牙膏。这牙膏的话，就是对于那个牙齿的那个敏感性很好，这个是我觉得意大利蛮推荐的。因为很多人会买那个网红牙膏，但是网红牙膏的话，就是可能 marketing 做的比较好。然后像我在一般药店买这个就是消毒药水，就是伤口可以消毒的话，在这边你看原本应该是6块多，像这边3块多，所以这个药局是我觉得还蛮必来的一个药局。然后还会有一些像是维他命之类的一些东西都会打折。然后像是这个是话，就是意大利的益生菌。这个益生菌的话，它就是会做成像小罐子这样子，然后你压下去之后摇一摇之后就可以喝。然后它这个应该是可以喝10几天吧，就是你不能连续喝，因为很多人就是来欧洲才没有吃蔬菜，就会有这个问题。我觉得是还蛮推荐这种罐装的益生菌。然后像我蛮推荐的话，就是这个是意大利喷喉咙的草本的药，你就有点不舒服之后喷一下之后，还天然草本的还蛮好用。这个药够啦，就是喉咙痛的意思。就绿色这是大人小孩都可以用，然后黄色只有大人可以用的，所以要确定。这是意大利的一个发烧很有名的药，就基本上如果你发烧的话，他们就会给你这个药啦，然后它就是类似感冒糖浆那种东西。所以大家要记住一下，这个店就是在大教堂的前面这边会看到。然后接下来我现在继续往大教堂移动喽。我们现在已经到米兰大教堂的正面了，然后呢，我跟大家推荐一张就是米兰的神卡，叫做米兰的博物馆卡。这张博物馆卡的话呢，如果你是超过26岁的话，你要45欧；然后26岁以下的话，它大概是应该30欧左右吧，反正很便宜。你只要一次进去米兰大教堂跟旁边的博物馆就划算，因为米兰大教堂的博物馆票加上它的进到教堂的票，还有它的上去登顶的票，同样要30欧。可是你这张博物馆卡只要45块的话，你可以使用1年。米兰的像是比较火的一些博物馆，包括像是20世纪博物馆，然后还有阿玛尼博物馆都可以去。那这些博物馆其实你进去一次只有票就要20欧，或者是学生票10欧左右。所以你大概如果在米兰待3、4天，其实你可以去办一张博物馆卡。那这博物馆卡的办理方法非常简单，你只是需要你的信箱跟你的护照。我们现在是面对米兰大教堂嘛的右手边的这个21世纪博物馆。这博物馆的话呢，就是可以办理博物馆卡。我们拿到这个博物馆卡之后呢，因为今天其实人排队非常多，其实如果你是在假日来的话，也是蛮麻烦，是因为你可能需要先上网先买票的话，就不能用这个博物馆卡，所以你要去想
一下说，你来的时候如果是淡季的话，或者说你不怕等，你可以买这个博物馆卡。米兰大教堂的现场售票处呢是在正对米兰大教堂的右手边这条路过去，那边有个售票口，售票口才是买票地。然后我建议大家就是在进到米兰大教堂前，先不要去购物，因为它会限制你带一些，比如说像果酱这些罐头之类的东西。所以如果你买这些东西的话，其实进不去的。然后要注意自己的穿着，例如说不能够穿露肩的衣服啊，或者是太露腿的衣服，所以这都是需要注意的事情。然后现在我们就先去看一下买票的地方多不多人喽。其实米兰大教堂真的人太多了，要排队排的感觉会排得非常的久。要在登顶的话，就光买票人就非常多了。就是即使你拿了博物馆卡，还是得排队，所以这是有点烦人的事情。那如果你在上网买的话，就是 Ski Live 那个票的话，其实会快很多。好，然后反正呢，我决定今天就不去了，因为真的太多人了。感觉大家去的话要早点来，然后要事先买票就可以 Ski Live。然后你看这个人真的是多到数不清，也没有到很多人啦，但就是要等一下。我们现在先去吃米兰大教堂旁边一家很有名的炸饺子，然后这个炸饺子的话就是西西里的食物，但是非常的有名。顺便看一下米兰大教堂的建筑，它是白色大理石去建，它其实跟别的地方还蛮不一样。它当时在建的时候，因为资金的短缺啊，然后还有各种欧洲不同的专家们在啰里吧嗦，所以它建的时候就大家就人多嘴杂，它就有不同融合不同的建筑的模式。但其实的话，它主要还是以哥德式为主要的一个设计的方向。它之所以会盖完，是因为拿破仑为了在这边加冕嘛，所以才在那个时候盖完。那这个上面的那个封顶的话，是前几年才刚封顶的，所以它算是近年才刚完成的一个大教堂。我们现在吃这家饺子呢，它是18世纪开的鲁伊米饺子，叫做 Panzerotti 这个东西，大家看到它有名在教堂旁边。但是要注意，它好吃的是炸饺子，不是烤的，烤的不好吃。炸饺子比较好吃，但就很胖。然后我都会点那个比杠点，就是辣的那个萨拉米那个口味，然后或是你可以点些番茄或青酱的口味。门口有英语的菜单，所以大家不用担心。Ciao， 我来问比杠点。这个盘子楼梯，然后大家都会现在他们就是很习惯在这种路边这样随便坐下来吃东西。你看里面是这样子，然后又很酥脆，然后又是那个辣的沙拉米辣的，还蛮好吃的。这是一个你可以在教堂逛街逛无聊的时候可以吃的一个食物。所以米兰的花粉过敏季很严重，所以过敏的人要注意一下。我今天本来很想登顶，是因为米兰的传说是假设你是在米兰念书的学生，你必须毕业的时候才能登顶，不然的话就不能毕业，就是一些很烦的都市传说。今天就可能就太多人没办法登，就很懒。然后呢，在这个艾曼纽2世的这个回廊穿过来这里的话，会看到的是斯卡拉剧院。斯卡拉剧院是意大利很重要的一个剧院，因为它就是歌剧为闻名的嘛。那可以看到这个剧院，它外观真的不怎么样，但里面很漂亮。斯卡拉剧院再往右走的话，就是布雷拉街区。那这个街区的话，就是我们那时候设计周看过，就那边很多不同的品牌跟家具等等。然后现在带大家看一下这个回廊。因为其实整个教堂的附近的同心圆，就是以教堂为中心，就是可以逛街的地方。然后包括说，像我们米兰唯一的百货公司叫 Rinascente， 是文艺复兴百货，也是蛮值得去看的。因为毕竟意大利的家具跟服饰非常的有名。那在 Rinascente 的这个百货公司里面，你可以看到所有意大利有名的精品跟家具品牌之类的。然后呢，现在我们进到是在教堂旁边的伊曼纽2世的回廊。那其实米兰是因为2战很多地方都已经重建过。我刚刚在找我的手机，吓死我了！大家注意好这些手机。这地方好像也稍微重建过几次，然后其实它真的很美。所以其实教堂跟 Avenue 这个回廊，还有包括像是 Rinascente 的百货公司，这个成为一天的行程。再往下延伸的话，可以到所谓的布雷拉区，或者说你可以再去咖喱巴迪区，那这都是不错的一个行程的安排。那这回廊里面就很多不同的品牌，包括 Louis Vuitton、Dior、Prada 等。然后这边的话，应该是他们在踩那个公牛蛋转圈圈，因为踩公牛蛋转圈圈会带来幸运嘛，是大家来这个回廊的这个行程必经的一个行程。然后呢，我们现在看到在这边有一个 Marchesi 的甜点店，是 Prada 跟他们合作的甜点店。那它的楼梯在这个2楼，之前我们有来过，在这边人少的时候可以吃一下啦，但是也没有到非常好吃，大家可以参考一下。有非常多的鸽子，都是从那个乌拉那纳式宜修的宫里面飞出来的这些鸽子，所以就很多鸽子很烦。你真是让人恶心。
然后会有很多人在那边跟你要一些，就是跟他买他那些鸽子饲料，你可以不用理他。然后我现在要推荐大家一个大教堂拍照超美的地方，就是在这个 M 下面，你就有一种时尚的那种感觉，就是自己在米兰时装周。就是会有很多闲杂人，这没有办法，因为这边就是很多闲杂人。然后这边你就可以假装自己很时髦，在这边把外套披在这边，然后感觉就是好像外套永远都不会掉的感觉。一定要这样看侧边往上，还有下巴。然后有时候你也可以这样子来一点这种，就是好像就是我刚买了一个外套 ，I don't care 那种感觉 ，you know， 就是很时髦。然后是我们可以走这种不经意的背影的风格，可能要这样走，然后这样子跳起来。就会很时髦。我跟你们说，你在米兰就是一定要觉得自己很有 attitude， 就你要展现你的态度，你要觉得自己在时尚的领域里面的感觉。千万不要再穿你那个丑的羽，拜托那个丑的羽绒衣收起来，不要再带来米兰了，好不好？你去瑞士或是什么尼斯可以穿，你就是要穿着时髦的外套，然后小洋装、高跟鞋，才能够展现这个态度。一辈子就来这个教堂一次了，不要再穿那些丑东西了，知道吗？可以再多摆点，就是说太阳好大，头好痛，或者就是这边就是有一种我的包包怕被偷的感觉，就你要这样护住，就是你要展现你的时髦，所以你的照片就会很好看。今天忘记戴墨镜了，帮我 key 个墨镜在这边。下次别再忘了。这边这个再大家讲一下，就是你如果拍照的时候，你就要这样稍微有点这样移动感，就是你要这样子动，这样才会有拍照的感觉。然后呢，这边是教堂的那个回廊，看到回廊了吗？在那边。这里是买票的地方，要记住哦，在那这边你们绝对不会走错吧？你们很聪明的。来了，这米兰皇宫，就是看起来不怎么样，但它是米兰皇宫。哎，是没人在排队了。我刚刚本来想说回来看没有人在排队，因为是今天教堂里面呢有在举办葬礼，然后就不能进去。然后登顶的话要5点，所以其实你还是提前买票比较好，或者是就是早一点来。那今天就没办法拍到登顶的镜头喽。我们现在呢要去教堂旁边的 Rinascente， 就是文艺复兴百货公司，在百货公司真的小到爆，但是还蛮漂亮的啦，可以看到很多不同的精品。然后我的习惯是会从它侧边的电梯直接搭到7楼，再从7楼慢慢的坐下来，因为这样子的话你就可以不用走回头路嘛。那就是在面对教堂的右手边。今天天气真是好到不行，所以人都是非常非常的多，加上就是前面是那个 Libero， 就是解放日，之后又接了5一劳动节，所以很多人都持续的在放假中。然后现在我们就是在这个Rinascente的这个侧门的话，它可以直接到这个楼上。那7楼也会有个厕所，如果你在教堂附近想尿尿的话，可以直接从那边搭着侧边的电梯去7楼。直奔7楼的电梯。7楼的话就是会卖一些酒，还有一些就是当地的一些小食物，包括说像是意大利各地的一些油醋啊，但它这边其实价钱都偏高，像这是 Modena 的醋啦，其实你在哪里买钱都差不多。这里还蛮多这样子的一些各地的名品。它这其实有个piazza，就是一个露台，然后那露台的咖啡厅，其实你可以看到教堂的上面，但其实就是要看天气等等状况。这里就是那个piazza，就是阳台，就其实你不用消费就可以进来。在 Rinascente 的楼下这一层的话，很多意大利不同的品牌，真的超美，然后也不会到很贵。可是带这些玻璃罐或什么的回家，其实会还蛮麻烦的。让我们大家推荐的是像这个样子彩色的玻璃杯，很漂亮。然后这是 Folos， 这个灯非常的漂亮，那这灯也超贵。像这个蘑菇灯的话就要260块，但我最想要的灯是这个 Icali，Icali 是月球的意思，它可以这样转。是超漂亮的，那就贵到天上去，200欧。就不知道大家对于像这样子意大利的一些品牌灯具会不会有一些兴趣？还有摩卡壶。然后这里是有个 Gobbo Blu 的退税的地方，你如果是有很多东西在这边买完之后，你可以来这边 Gobbo Blu 这边退税。你可以大概是最后一天嘛，然后把所有的都来这边刷完之后去过海关的时候，只要走电子的那个地方就好，就不用再 key 资料。其实会有2家不同的退税公司，然后 Rinascente 是 Gobbo Blu， 然后另外一家是绿色，所以你到时候到马贝萨机场退税12号柜台的时候，你如果搭的是长龙的飞机，是早上11点飞的话，你就要早上7、8点就去排队，不然的话有时候人很多，不同的家的信封要不同家排队。你如果在 Rinascente 买东西的话，要先来这边批好资料之后直接去比较方便，这是意大利退税比较麻烦的一个点。有些人会想要买些熏香的，然后像这家的话，我觉得还挺好，是在 Rinascente 的楼上，这个有一个红茶的口味，这个牌子玫瑰红茶口味超香，但这个它有点贵，好像60几块。然后另外一个是比较知名的老牌，它是东方文华的酒店是用这个牌子，它这个很大，但是超贵，佛罗伦斯的牌子。
你看它这个价钱，250ml就64块。然后我们现在在那个教堂附近这边往老城堡走，会看到米兰的星巴克。为什么米兰这么会盖个星巴克？是因为意大利人其实对咖啡非常的重视，他们就觉得说，哦，我就是要盖在教堂旁边，让大家知道说，其实我们星巴克咖啡也是不会输给你们意大利的咖啡的。那其实这边咖啡的确也还不错，它的甜点也是米兰一家很有名的甜点来这边的，所以只有米兰的星巴克的甜点跟别的星巴克不一样。然后现在米兰星巴克里面，它就会有一些特定的米兰星巴克的一些商品，包括是这个杯子啊，它就是专属于米兰这 collection 有的。其实它就是跟101楼下那个一样是 collection， 但它这个是米兰的。然后介绍这个地方的重点是因为它里面有个厕所，所以如果你们想要尿尿的话，其实它楼下的厕所也是可以直接免费使用的。就是因为你知道吗，欧洲尿尿就很麻烦，然后我们又很爱尿尿，所以现在的话，我们就是漫步在布雷拉街区。然后呢，街区其实平常都还挺漂亮，就是你从教堂后面，或者是你搭到烂仔这一站走过来，大概3分钟就到了。然后这区的话，就是它有不同的一些潮牌的店啊，然后跟一些设计师的品牌，当然是设计之后，所以会非常多丰富的一些展区。然后米兰有很多不同的冰淇淋，就是gelato店，最好吃就是 pistachio 口味。那请大家千万不要去吃教堂那家花瓣型的冰淇淋，那就是很难吃。我每次看到别人排队就一肚子火。然后我们现在在布雷拉这边吃这家，我觉得还不错哟。哦，好多人哦。放这个乌文斯拉佩，Officina，这家还不错哦，其实。很好吃呢。我知道啊。为什么要买那个？你这个很不地道啊。这是弗拉佩，然后还蛮好喝的，它就是奶昔。为什么你不过敏啊？这个东西你自己也。大家看到在我身后这个门是咖利巴迪的门，咖利巴迪门穿过去的话就是所谓的布雷拉街区。在咖利巴迪门的正前方这条路叫做 Corso Como， 它这个通往加利巴蒂火车站，这也是个米兰一个大站。然后现在的话，我就要带你到咖利巴迪门的右手边，这边有个意大利超市。这超市除了会卖了很多还不错的一些小东西，就是如果你要送人啊之类的话，其实都还蛮适合，不会太差，就不会看起来太像是一般超市买的东西，但它价钱还可以。这个意大利超市里面呢，它还有厕所，因为厕所很重要嘛，就是如果你们不想花钱上厕所，这个的话就可以去这个超市。然后米兰这个水啊，这都是可以喝的。如果你们觉得口渴的话，看到这种就是一个龙头的话，其实可以喝这个水。但是有些人不敢喝，喝的方式就是把这里堵起来，然后这会喷出来，你可以在这边喝上面的水，这样。现在带大家到这个意大利超市逛一下，这个应该是罗马跟很多地方都灵也有这个超市，是连锁，就是蔡依林来说也逛了这个超市。就这个超市，它旁边这里会卖一些这种小包装的巧克力，我觉得还蛮适合送人的，巧克力还蛮漂亮的。像这是90%的巧克力，或者说你可以买这种小袋装的巧克力的话，回去送人很方便，就是一人一小包这样子。然后我蛮喜欢它这个塔图佛的小糖果，因为这个糖果的话其实还蛮特别，它是有松露味道的巧克力跟糖果之类，它是塔图佛的，所以这个也是可以参考。然后这超市很漂亮，它有3层楼了，1楼的话就是比较多饼干啊，然后或是意大利面等，上的话就是会有起司或是火腿、萨拉米等东西。像我个人很常买这些，这是那个松露油，然后这里会有一些 tartufo， 就是松露的一些酱料，或者是说你们可以买这个 porcini， 就是牛菌菇，在台湾很贵，在台湾可以带。整个超市啊，就是很明亮舒服，也会卖一些小东西，像是这个 Alice 这个摩卡壶。然后这是做意大利面的机，小杯子啊。假设你最后一天到米兰的时候还来不及买东西，或者是说你要送礼物的话，这里都会卖一个什么小香皂什么，我都觉得还蛮实用的。那2楼的话就卖一些生鲜跟沙拉米，可以买回去酒店吃，或是一些cheese之类的。很有趣哦，你看，就不同的生火腿，你可以看喜欢吃的是比较白的，或是怎么样的火腿跟cheese。然后它有一些熟食区是你可以直接坐在这边吃的熟食。然后我觉得意大利它还蛮特别，是他们也有卖欧鱼季，但他们是萨丁岛那边的乌鱼子也蛮好吃的。那我现在找不到，他们有。然
后楼上的话就是卖酒的，酒的话其实还不错，它有些酒区其实还挺好的，但是应该会比一般超市贵一点。你想要快速在这买的话，这里也是有卖酒的。如果你来不及买或什么，你如果来旅游的话，你住咖喱巴里这区，我觉得也蛮好的，因为你可以到这边的超市去购物。就这边红酒可能会比较好的红，但是其实你在超市卖那种2、3欧，然后上面有一些认证的，其实只有介绍过 DOC、GD 跟 DOC 这两个认证的话，其实它红酒其实都品质啊什么都还挺好的。但这里有时候会打折，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这边有一些红酒的价位。然后意大利的红酒是不同产地为主，然后像我个人是蛮喜欢Barolo这个地方的酒，有时候打折或10几块，但它其实基本上就是50、60块起跳的一瓶。就是其实它酒有分，就在同一区，但是也有好的跟不好的。那我觉得Barolo还蛮好喝的。那其实基本上你只要认清楚有些标志的话，看到 DOCG 的标志或 DOC 的标志，其实都是还不错的酒。这个标志就是有认证过的。这个啤酒也是意大利蛮好喝的啤酒。然后我发现就是格马兰威士忌在国际上真的很红，你看连意大利这边都有卖。我给大家看它的价位，它要85块，应该比台湾贵一点点。但是他们其实比较喜欢喝红酒啦 ，whisky 啊、gin tonic 这种都是比较也是有，可能就没有像红酒来的这么便宜。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逛的意大利超市咯。那我们现在应该已经是逛完了意大利，然后我现在又回到这个咖喱巴里门这里，咖喱巴里门的正前方这条路走进去是 Corso Como。那这条路的话，可以经过一些还不错的小店，那算是蛮时尚的一个街区。它其实就延伸布雷拉街区到这边的一个 block 这样子，就不知道有没有拍到，就是大家看到沿路上就是很像在棉花在路上飘的感觉，空气的品质什么都是不是太好。所以它真的超级不好吃的这个花朵冰淇淋。因为很多人会喜欢吃这个烧酒冰淇淋，那它是冷冻的冰，它并不是新鲜的，所以我就觉得可以不要吃。但是你想吃也可以啦，如果你没吃过的话。然后我们现在往前面走，或者大家去看一个算是选物店，因为其实米兰很多选品店，包括像运河区的安东尼奥的话，是它有收购安特卫普6公尺其中一个牌子的服装，所以那个牌子还蛮红的。那今天现在看到另外一个选品店的话，是在 Corso Como 上面，这个选品店其实也蛮漂亮的，是因为它有很多花结合。然后这个店的话是它楼上有民宿，但它民宿挺贵的，就大家也可以考虑预算够的话可以住这里。就大家可以看到这上面其实还有一些民宿啊什么的，它这圈其实还蛮有意思的。民宿的话，大家可以搜寻这个。然后接下来我就带大家往上走，就前面是咖喱巴里火车站，右边小路可以上去，是蛮好逛的一个街区。就如果你从这个 Corso Como 逛完之后要去咖喱巴里火车站的话，你就是要看到这个 Levi's 就往前走，往这边一直走就是咖喱巴里火车站。它另外一个岔路这个上坡这里就是另外一个我们要去的街区，所以火车站另外一个街区。但其实这个街区过去之后也可以到火车站了。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米兰最现代化的圆环嘛。然后这圆环的地下室就是另外一个叫做 Esselunga 的超市。那这超市之前我们介绍过，它就是比较平价。然后如果是想知道 Esselunga 里面卖什么的话呢，可以到我们的另外一部影片，就是超市的影片去看。就是你到这个有一个这个笔记本的品牌。还有特斯拉这个电梯下去，你会看到一个 food court。这 food court 的话，这边有一个厕所，那以前不用钱，现在要钱了。然后你就会看到 Esselunga 的超市，所以大家如果中午在这边的话，可以在这下面吃东西。这也就是 Esselunga 超市的入口喽。那这就跟我们的全联比较像啦，就是它很多平价的一些食物，也会有一些加工食品。我给大家推荐一下，就是它有个神奇的好用的东西，叫做公鸡头。它就是算是一个比较好用的清洁的东西。然后有时候你领子或是衣服脏的话，你可能先喷在你的衣服的污渍的处，然后它就可以直接的去除污渍。就是你喷完之后丢洗衣机洗，它就很好用。它有3个不同的味道，一个是紫色的，然后还有黄色的，就是厨房啊什么都可以用。那真的是一个神器，就反正就是各种清洁吧，我觉得还蛮好用的。
这个圆环之前我蛮常来，有一阵子我不太想来，是因为有一次我在这边背一个神经病的小孩，他可能是因为看到我头比较大，他就打了我一下头。后来就是我朋友在旁边的话去跟他理愈嘛，那发现他就是可能有些障碍之类，然后他妈妈好像就是在旁边也习以为常，也没有要跟我，也没有必要道歉，可是就是也没有跟我说什么，也没有人来关心我说痛不痛什么，就是我也觉得莫名其妙，所以之前蛮不想来这。然后这个其实前面有个超级大的草原，我觉得超漂亮，也是一个都市里面的一个 jungle。好，给大家看下这个没有用的建筑，就是全职森林哦，里面好像有房子在卖，如果你们想买的话可以买。这里就是有点像日本，其实整个米兰有些老城区跟新城区，它其实会蛮多不同的变化嘛，就像是台北一样，台北会有比较新的地方跟比较旧的地方，那米兰也是啊，它会很多地方是交错在一起的。那我蛮喜欢这区，是因为你看现在这区天气很好，然后草地上很舒服，那大家可能会在这边睡觉、运动之类的。but 就是要小心了，有时候狗屎。夏天喽，夏天到了。那年夏天，我在我想念你的时代，直到后来，我们都还在。然后这个里面有个小池塘，很漂亮哦，给大家看下这个小池塘，池塘里面会有小鱼。这边很多小鱼很可爱吧，就很舒服的感觉，大家可以坐在这边休息一下。然后前面就是另外一个叫做Gioia的站，那你可以从盖利巴黎逛到这边，其实还蛮顺的这个行程，所以这就是一个米兰很好的散步地图。喜欢我的频道可以分享、订阅、开启小铃铛，随时收到米兰最新的生活日记哦。